女孩正要出门，身后的爷爷突然叫住了她。女孩害怕极了，怯生生地躲到门后面，生怕眼前的爷爷伤害自己。看孙女这么害怕，爷爷很是难受。他走到女孩面前，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胳膊，对她说：“谣言是世界上最伤人的东西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。”看到爷爷失落的样子，女孩觉得有些内疚。爷爷对她虽然冷漠，却也没做过真正伤害她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女孩冲了过去，紧紧抱住这个有些自闭的老头，甜甜地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爷爷愣住了，他被村民误解成杀人犯，只能躲在山里隐居。孙女毫无保留的信任，让爷爷第一次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他双手颤抖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样一来，爷爷改变了主意，决定把女孩留在自己身边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准备好工具，又挑选出一块上好的木板，准备给女孩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傍晚，女孩回到家，发现屋里竟然多了一张椅子，她惊呆了，赶紧走上前，轻轻地摸了摸，然后又试着坐了坐。突然，爷爷进屋，女孩被吓得窜了起来。她以为爷爷会因为坐了凳子而惩罚自己，没想到爷爷只是让她赶紧洗脸吃饭。女孩试探着问：“这是为我准备的吗？”爷爷说：“不然呢？”女孩有些不敢相信，因为明天就是要送她去孤儿院的日子。女孩还想问别的，爷爷却直接告诉她，明天接着去放羊，不走了。女孩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她一头扎进爷爷怀里。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亲人肯收留她了。然而，等女孩跑出去庆祝，爷爷却留在屋里独自神伤。哪个做爷爷的会不心疼自己的孙女呢？之前表现的冷漠，其实都是装出来的，因为对于她来说，亲情实在是太沉重了。不过，天真的女孩暂时还理解不了，她正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幸福里。阿尔卑斯山秋意正浓，金黄的草地衬托的天空更加蔚蓝。两个孩子在湖水里嬉戏打闹，虽然日子过得清苦，但自由快乐的童年比璀璨的钻石还要珍贵。可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春天到了。一同来到的还有女孩的姨妈，她找到爷爷，说自己为女孩找到个富贵人家，那人家有钱有势力，女孩会过得更好。然而爷爷早就看清了姨妈的嘴脸，他果断的拒绝，说女孩就在这儿，哪也不会去。姨妈看劝不动老头，于是便偷偷找进山里，截住放羊回来的女孩。女孩太单纯了，虽然姨妈以前对她不好，但看到很久不见的亲人，她还是打心里高兴。姨妈对女孩说，爷爷已经同意她去城里生活，现在就要走，什么都不用带。女孩有些犹豫，明明爷爷已经答应收留她，怎么突然又要把她送走呢？姨妈赶紧说，爷爷根本就不想要她。女孩刚来的时候，爷爷故意不给她开门。女孩有些难过，脆弱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伤害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爷爷早就把她当成了心头肉。等羊群归来，她发现孙女不在，急得直接扔掉镰刀朝山下冲去。爷爷一口气冲到镇上，可还是来晚了，孙女被强行带走。愤怒和悲伤击垮了这个要强的老人，他不理会村民的嘲讽，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衬衫被汗水浸透，泪水在心里翻涌。女孩也很难过，她被姨妈带上火车，无处可逃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熟悉的大山离自己越来越远。姨妈不想女孩留恋这里，强行把她拽进了车厢，火车轰隆隆开走，等待她的将会是怎样悲惨的命运呢？